兄弟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是一期特殊的视频，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时钟宇宙除了更新剧集外，还会更新每一集相对应的幕后花絮。这些幕后花絮非常有趣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将详细的解析第25集到30集的幕后花絮，非常的有趣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有趣的剧情，和正片有非常大区别。现在就让我们从第25集开始吧。当时在阿尔法的计谋下，电钻人基地被摧毁。当泰坦电钻赶到时，已经晚了。他非常悲伤，并且丧失了理智，陷入了疯狂。就在关键时刻，阿尔法派遣马桶小队把抓住的女电钻带到了泰坦电钻面前，通过女电钻威胁他，让他去摧毁时钟大楼。泰坦电钻不得不妥协，做出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在他的摧毁下，时钟大楼轰然倒塌，阿尔法的阴谋得逞了。接下来是第25集的幕后花絮。当马桶小队扣押着女电钻来到泰坦电钻面前，来看看泰坦电钻会怎么做吧。直接一把夺过了关押女电钻的牢笼，非常的解气，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就把女电钻给救了。接着镜头给到了监控人导演，此时他手里拿着大喇叭，直接看傻眼了。这泰坦电钻啥情况呀？完全不按照套路来演，气得监控人导演都陷入了疯狂，把大喇叭丢在了地上，抱起凳子上的笔记本，疯狂地砸自己的脑袋。这一幕也太搞笑了，泰坦电钻人太让人头疼了。随后泰坦电视也传送了过来，并且说到放马过来吧。接下来的一幕更搞笑，泰坦电钻竟然把关押女电钻的牢笼给扔了出去，并且和泰坦电视进行击掌。关于泰坦之间进行击掌的画面，想必大家都印象深刻。但是泰坦电钻竟然把牢笼给随便扔了出去，里面还关押着女电钻呀！泰坦电钻真的是对你无语了，这个花絮也太有趣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6集的幕后花絮。先回顾一下26集的剧情，当时电钻人基地被马桶小队入侵，联盟也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就来到了电钻人基地的紧急入口，想要把电钻人幸存者都解救出来。没想到马桶变种人也赶了过来，阻止监控人小队营救电钻人。这个大型变种人样子非常奇怪，头部带着一个类似于相机的装置，先是把运输机给摧毁，接着又盯上了其他幸存者。随后无双战神驾驶着马桶载具前来支援，凭借着移动速度非常快的优势，对他连续发动攻击，可最后还是被抓住。在无双战神的一顿嘲讽下，大型变种把他扔在了地上。我们看看幕后花絮会发生什么。没想到无双战神在用自己的马桶载具投球，这脑洞也太大了吧！接着无双战神投了第2个球，并且无双战神每次的投球姿势都不一样，还玩起了花样。第3次投球更有趣，无双战神直接高高跃起进行灌篮，这姿势也太帅了，相机变种都震惊了。当灌篮成功后，无双战神掉了下去，镜头往下偏移，刺客电钻竟然接住了无双战神，抱着无双战神这姿势，就感觉抱着小姑娘一样，也太恶搞了吧！导演看着都直摇头，相当的无语。在导演的身后是一个电钻人和监控人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离谱。没想到电钻人手持电钻枪，结果一不小心发射了出去。此时他非常的心虚，竟然敢射击导演。来看看导演的监控头部，并钉子给命中了，把导演给气够呛，彻底爆发了。拿起旁边的加特林，对着电钻人就一顿突突，这画面别提有多搞笑了。接下来是第27集的幕后花絮。此时导演正在给阿尔法讲戏，阿尔法也非常认真在听。这个时候音响人手持阿尔法的神秘球体，看了一眼阿尔法和导演，竟然私自开启了球体的功能，打开了虚空通道传送走了。接着竟然看到了3体宇宙的角色，其中有一个电脑人说道：“你准备好叫醒睡美人这个大家伙了吗？”睡美人这个大家伙指的就是3体宇宙的泰坦。随后音响人就传送了过来，他们扭头看到了音响人，注意看这2个电脑人的表情，非常的滑稽。此时后面的大家伙也醒了过来，把他们吓了一激灵。没想到时钟宇宙的音响人竟然能够通过阿尔法的神秘球体穿越到3体宇宙。在第27集的幕后花絮，2个多元宇宙进行了联动。第28集的幕后花絮更有趣，监控人导演手持平面地图在讲戏，这个平面地图看起来非常复杂，我看到了电视机和监控人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。主视角在认真听导演讲戏，镜头给到了其他人，我们看到了黑客马桶、大钢笔，还有一个监控人，他们2个正在对着大钢笔鼓掌。接下来大钢笔展现了自己的超能力，控制铅笔凭空画出来2个杯子。这还没有完，接下来大钢笔又开始了新的表演，控制铅笔又画了一个东西，看起来像是玩具熊。大家看这个是啥呀？还听到了动听的音乐，大家也都舞动起来，非常的嗨皮，大家非常的开心呀。接着大钢笔又在进行思考，很快就想出来一个主意，随后就做出来一件非常恶搞的事情，控制着铅笔来到了导演的头顶上，画了一个大碗从天而降，直接扣在了导演的头上。大家看到这一幕都幸灾乐祸的大笑，把监控人导演给气坏了。来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吧。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按钮，按动了下去，身后出现了点读笔，手持巨大的加特林对准了大钢笔他们3个。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，想必大家也猜到了。接下来是第29集的幕后花絮。
先是看到了马桶科学家，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动作，随后镜头给到了导演，又在和阿尔法进行讲戏。导演讲得非常认真，阿尔法听得也很认真。这一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当时马桶科学家和阿尔法一起合作，把联盟的泰坦引诱到了这里。阿尔法早就等候多时，在关键时刻，阿尔法用神秘球体把反泰坦召唤了出来，想要用反泰坦来对付联盟泰坦。没想到马桶科学家将计就计，在关键时刻对阿尔法出手，把神秘球体给击碎了。气急败坏的阿尔法命令反泰坦发动了攻击。此时的幕后花絮，大家都各就各位准备好了。马桶科学家身后的泰坦监控和泰坦电视也随时待命。接着我们看到泰坦监控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他控制自己的吸附手臂，吸取了一些东西，竟然做出来一个迷你版泰坦监控，还手持一个大锤。泰坦电视看到这一幕也双手叉腰，电视屏幕播放的画面也非常搞笑。看来他们在拍戏等待的过程中感觉很无聊，于是就在自娱自乐。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幕后花絮更加有趣，如果泰坦时钟没有被打败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让我们先回顾之前的剧情。在第6集的第2部分，当时泰坦时钟为了拯救被寄生的泰坦监控，发动了自己的时光回溯能力，这让他自身的能量几乎消耗殆尽。就在他虚弱的时候，马桶科学家带领着自己的手下对泰坦时钟发动了攻击。原来这是一个早就设计好的陷阱啊！在马桶科学家的阴谋诡计下，泰坦时钟也掉入了陷阱，他的能量核心受到了重创，跌倒在地上奄奄一息。那假如泰坦时钟没有被打败，没有掉入马桶科学家的陷阱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幕后花絮。此时磁铁变种和马桶科学家牢牢地控制住了泰坦时钟，随后就被泰坦时钟给挣脱掉，并且此时的他能量并没有耗尽，还可以发动强大的时间之力，这个能力非常强大。泰坦监控在冲击过来的时候，整个时间和空间都静止不动，这导致泰坦监控也被静止。泰坦时钟想要拯救他，于是就开始清除寄生虫。在一番操作下，他终于找到了寄生在泰坦监控头部的寄生虫，并且把寄生虫给摧毁掉。随后泰坦监控也恢复了清醒。马桶科学家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，泰坦时钟还顺利的拯救了泰坦监控。最后马桶科学家和磁铁变种只能灰溜溜的传送走了。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花絮也很有趣，如果泰坦时钟出现在第25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当时泰坦电钻因为电钻种族被灭，彻底陷入了疯狂，对泰坦监控大打出手，整个场面相当的紧张。在关键时刻，泰坦电视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泰坦监控。那么花絮中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如果来的泰坦并不是泰坦电视，而是泰坦时钟，结局会如何呢？此时泰坦电钻手持弯刀，朝着泰坦监控步步紧逼，非常具有压迫感，感觉泰坦监控随时都会有危险。接着就听到了钟声，毫无疑问，泰坦时钟来支援了。在花絮中来的并不是泰坦电视，而是泰坦时钟，他直接朝着泰坦电钻冲了过去。泰坦时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，比泰坦电视还要强大，所以他根本无需多言，直接用时间之剑指向了泰坦电钻。在强大的实力面前，哪怕泰坦电钻此刻陷入了疯狂，也不得不停止了攻击，让他暂时冷静了下来。所以还是大哥出面管用呀。接下来是第30集的剧情花絮，在第30集的剧情里，反泰坦展现了强大的实力，泰坦监控和泰坦电视加一起都不是反泰坦的对手。在危机时刻，升级后的泰坦时钟及时出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掉了反泰坦，彰显了自己强大的实力。在花絮中，反泰坦依旧在蹂躏2大泰坦，接着泰坦时钟就登场。不过泰坦时钟的样子有了一些区别，他的头部竟然配备了很多大炮，接下来他的攻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泰坦电视和泰坦监控已经丧失了战斗力，泰坦时钟发动了时间禁锢的能力，来看看他会做些什么吧。瞬间就接近了反泰坦，连续对他爆锤，速度非常快，就如同暴雨击打在地面上一样，看着非常解压。当泰坦时钟停止攻击后，我们看反泰坦的样子，依旧在不停的摆动，这也太搞笑了吧。随后泰坦时钟发动了非常强大的一击，把反泰坦击飞了出去，看样子都撞到了其他星球，这距离也太远了吧。不过还有一个更搞笑的花絮，面对强大的反泰坦，泰坦监控破防了，直接不演了，彻底的摆烂了，扭头就走掉了。面对摆烂的泰坦监控，此时泰坦电视和反泰坦也相当无语。接下来是第30集的幕后花絮，当时泰坦时钟干掉反泰坦以后，把目标对准了阿尔法。面对强大的泰坦时钟，阿尔法也只能乖乖的等死，整个表现手法也相当的震撼。时钟老爷子和被阿尔法害死的其他电钻人全部都出现了，来向阿尔法复仇了。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花絮，时钟老爷子从泰坦时钟的身后出现，镜头给到了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正在控制台工作，他在紧张的工作着，调试着各种特效。身后的监控人竟然在工作的时候摸鱼，悠闲的吃着薯条。随后这个监控人拿出了手机，让身后的监控人赶快过来看手机里的画面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他好像有事情要去做，于是就把操作控制台的这个工作交给了这个吃薯条的监控人，并且告诉了他怎么操作这个控制台。当他离开后，这个工作摸鱼的监控人看到这个复杂的控制
制台，竟然随意的按动了一个按钮。此时的泰坦时钟手心上站着阿尔法，身后有时钟老爷子和牺牲掉的电钻人，他们要向阿尔法索命。结果下一秒竟然出现了马桶科学家，这也太搞笑了！这个工作人员操作出现了错误，于是又赶快进行其他操作，结果又出现了错误。音响人和时钟人在跳舞，泰坦时钟和手心上的阿尔法都看傻眼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呀？此时的工作人员越着急就越容易出错，在阿尔法的周围竟然出现了非常多马桶人，整个场面别提有多尴尬。看来上班摸鱼，在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。接下来我会做第31集到35集的幕后花絮剧情解析，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给视频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蛙哥的最新视频了。最后祝大家每天都过得开心快乐。